叙利亚的阿萨德家族为何倒台如此之快？之前阿萨德家族又是如何从一个被边缘化的少数派崛起为叙利亚一手遮天的强大家族？从起高楼到大厦崩塌，阿萨德家族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叙利亚反对派们又为什么如此憎恨这个家族，甚至不惜发动内战都要将其清除？一期视频带你了解如同荆棘般守护着叙利亚，同时又束缚和刺痛着叙利亚的阿萨德家族的崛起与衰落。作为阿萨德家族的奠基人，已故的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显然是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老阿萨德早年的故事其实相当励志。作为一名阿拉维派教徒的他，成长于一个由逊尼派主导的社会。在这种环境下，少数派长期受到宗教和社会歧视，被视为次等公民。而这种压迫非但没有让老阿萨德向现实低头，反而塑造了他隐忍与务实的个性，以及对弱势群体深切的同情与对社会不公怀有强烈的敏感。加入巴斯党是青年时期的老阿萨德所经历的，同时也是对其日后人生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事件。成立于1947年的巴斯党，根植于当时阿拉伯社会经济困境、社会分化以及对西方殖民压迫的不满等多种复杂背景。由于巴斯党所主张的阿拉伯民族团结与统一，对宗教、地域和阶级差异的淡化，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这为其在当时赢得了包括知识分子、新兴中产、宗教少数派等众多社会群体的支持，亦包括了出身边缘化的老阿萨德。在巴斯党主张中，老阿萨德看到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而一颗追求政治理想的种子也就此在老阿萨德的心中埋下。如果不是因家境贫寒，在高中毕业后无奈放弃从医，最后选择进入能够为其提供生活保障的霍姆斯军事学院，老阿萨德的人生或许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当然了，当时的老阿萨德可能也不会想到，正是这无奈的选择，却为其叩响了通往叙利亚权力之巅的大门。老阿萨德的军旅生涯不仅是他政治生涯的起点，也是他突破宗派与阶级限制的重要途径。在军队中，他积累了实用技能，结识了志同道合的同僚，并逐步进入到了叙利亚的国家体系。参与1963年叙利亚政变，是老阿萨德实现从一个军事人物向政治领袖转型的重要契机，也是其人生开始进入快车道的一个重要节点。借由叙利亚因不满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中被边缘化的经济与政治地位，于1961年退出以后，反阿拉伯主义实践的失败，围绕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各党派间展开的激烈权斗，以及叙利亚本身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和外部势力的干预，多种因素的刺激下，叙利亚政局陷入深刻动荡。面对叙利亚政府对时局的软弱无力，早已渗透进军队并得到了相当数量年轻中下级军官信任的巴斯党，在萨拉赫·贾迪德、老阿萨德等人密谋下，以军队为支撑，借机起事，在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成功夺取了国家政权，宣告叙利亚从后殖民时期的民主时代，进入到了由巴斯党所主导、党与军队共享国家权力、一党专政的新时期。而1963年的政变虽然短暂结束了叙利亚政局上的混乱，但由于其未能在根本上解决叙利亚的政治与社会矛盾，加上军队在政变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以贾迪德、老阿萨德为代表军事派的迅速崛起，围绕在权力分配和国家方向上出现的严重分歧，军事派与以巴斯党的创始人米歇尔·阿夫拉克和萨拉赫·比塔尔为代表的文职派之后爆发了激烈的矛盾。1966年，依仗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巴斯党军事派发动政变，将文职派从政府中彻底清除了出去。随后，作为这场政变核心策划者的贾迪德成为了叙利亚事实上的统治者，老阿萨德则被任命为了国防部长，成为了军队的实际掌控者。而回顾1963年和1966年的两次政变，军队在叙利亚政治格局中的高度影响，以及通过政变解决矛盾的政治文化，这不仅严重破坏了叙利亚国家制度化和民主化进程，它显然还为未来新一轮的权力斗争埋下了深刻隐患。果不其然，借由贾迪德与老阿萨德在政策方向与国家治理理念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权力斗争的愈发尖锐。1970年，以双方在约旦内战问题上立场的不同为直接导火索，老阿萨德利用自己对军队的控制，指责贾迪德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失败和多年来激进国家政策上的失败为由，发动了军事政变及纠正运动，逮捕了贾迪德，并对其党羽展开了清洗。
1971年，通过重组巴斯党的领导层，确保党内对他的忠诚以后，通过一场象征性的全民公投，老阿萨德以99%的支持率，成为了集政治、军事等几乎所有国家主要权力于一身的叙利亚总统。叙利亚由此进入以阿萨德家族为核心的威权体制时代。如果说早期的老阿萨德还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之人，那么在尝试到了权力带来的快感，以及作为一个来自少数派的统治者，在内部时刻面临着的统治危机和来自外部各种国际压力，在逐渐发现暴力与恐怖是控制社会和对付反对派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以后，老阿萨德渐渐腐化了。这个曾经立志屠龙的少年，最后成为了自己年少时所憎恶的那条恶龙。稳定和压抑是总结老阿萨德在叙利亚30年统治的2个关键词。通过高度集权和高压统治，老阿萨德确实实现了自叙利亚独立以来鲜有的稳定与发展。尤其是在老阿萨德上台的头10年，加上国际环境的支持，叙利亚还迎来过一段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GDP 年均增长率高达7%以上，看起来一片欣欣向荣。不过，受限于体制的僵化和政策上的失误等众多原因，这种高速增长的经济状态并没能持续太久。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以石油经济为主单一的经济结构下，面对国际油价的暴跌，以及苏联因自身问题对叙利亚援助的减少，加上卷入区域冲突等众多原因，叙利亚的经济增速开始迅速放缓。截至叙利亚内战爆发前夕，叙利亚的经济虽未崩溃，但已落后于中东其他国家，而这种退步则为后续社会不满情绪的爆发和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老阿萨德为镇压政治意见，于1982年在哈马展开的大屠杀，是叙利亚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主张将伊斯兰教法作为国家治理基础，逊尼派伊斯兰主义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出于反对阿萨德政权的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政策，以及对阿拉维派的天然抵触，他们在数年里发起了多次试图推翻阿萨德政权的武装叛乱以后，彻底激怒了老阿萨德。于是，在当年2月，为展现惩治叛乱的强硬决心，老阿萨德对穆斯林兄弟会的重要据点，同时也是叙利亚逊尼派传统宗教中心哈马，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镇压行动。而这场造成了至少1万叙利亚人死亡的军事行动，虽树立了老阿萨德铁腕统治的形象，也在短期内震慑了反对派，有效遏制了叛乱，但它也彻底断绝了逊尼派与阿拉维派和平解决矛盾的可能，更给整个叙利亚社会埋下了暴力文化的种子。2000年6月10日，老阿萨德因心脏病突发离开人世，而后他的次子巴沙尔·阿萨德成为了他的接班人。阿萨德上台之时，借由其父几十年来的运作，其家族势力已经嵌入叙利亚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结构的核心领域，而所谓的国家政权，在阿萨德家族化统治的背景下，早已沦为了服务于阿萨德家族利益的工具。叙利亚表面上是一个主权国家，但实质上已经无限接近于阿萨德家族的私人领地了。比如老阿萨德的小儿子马希尔·阿萨德是叙利亚共和国卫队司令，掌控着首都大马士革唯一的军事力量，亦涉足国防工业和建筑业。老阿萨德的妻子阿尼萨·马赫卢夫，其家族成员在银行、贸易和电信等重要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被称为叙利亚的经济沙皇，垄断着电信行业、免税店和多项政府合同的拉米·马赫卢夫便是老阿萨德的外甥。据传，在2008年，拉米·马赫卢夫的个人资产就达到了约60亿美元，而这一年，叙利亚的名义 GDP 不足600亿美元，可见公共资源被阿萨德家族私有化的夸张程度。尽管家族化专政为阿萨德家族带来了巨大的权益，但其内部的脆弱性都注定了阿萨德家族的专制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而这也是所有家族化专制政权终将面临的一个结局。2011年，借由阿拉伯世界长期存在的政治压迫、经济困境等各种问题的不断积累，在全球民主变革与社交媒体的普及、信息得以快速且大范围传播的推动下，以本阿里在突尼斯的威权统治被推翻为标志，一场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化浪潮迅速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受此浪潮的影响，同年3月，出于对阿萨德家族统治下国内长期存在的民主与社会公平的缺失，以及经济问题等诸多原因，叙利亚也爆发了要求总统阿萨德辞职的反政府抗议活动。而随着抗议活动逐渐扩大并演变为暴力冲突，以同年7月示威者组建叙利亚自由军开始武装起事为标志，叙利亚内战就此爆发了。
由于叙利亚在地缘政治和经济资源上的重要性，加上这场冲突本身所具备的宗教分裂性质，叙利亚内战在此后吸引了众多外部势力的介入，包括美国、俄罗斯、伊朗、土耳其等国，甚至是一些极端组织，把叙利亚本就糟糕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化了。2024年12月8日，持续了10余年的叙利亚内战迎来了一个重要转折点。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势力攻陷首都大马士革，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流亡海外，由此宣告了半个世纪以来，在阿萨德家族控制下，作为一个家族世袭政权存在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历史就此被终结。而阿萨德政权虽然倒台了，但其家族通过权力垄断、经济控制和腐败网络手段谋取到的财富，却通过各种隐蔽且复杂的方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保留。比如在莫斯科，据传阿萨德家族就在这里保留有超20套公寓，价值超过3000万英镑的资产。以超50万人死亡、超1300万人流离失所为代价的内战，虽已达成了推翻阿萨德政权的最初目的，但面对如今多方割据、经济瘫痪和社会裂痕难愈的困境，叙利亚的未来仍旧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这片饱经战火的土地，仍旧承受着阿萨德家族化专制留下的伤痛。而就算砖瓦可以实现城市的重建，那被撕裂的民族认同、崩塌的社会信任体系、用暴力解决问题的默认方式，又要如何？需要多久去修复与纠正呢？阿萨德家族摧毁的不仅仅是叙利亚的历史和现在，它更深远的伤害是给这个国家的未来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叙利亚人的绝望，既是没有保障的当下，更是看不到希望的未来。